做下式独立，大家听独立肯定是一条腿支撑，一条腿提起，所以下式呢还有一个往下走的动作，所以今天的动作呢比较难一点点，它有重心的起伏。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大家要认真学习。下面请看正面的完整演练。左蹬脚做完以后，把脚提收，右手转到自己胸向的右侧方45度方向变勾手，左手扶在自己右小臂的下方，左脚慢慢下落至自己的右脚内侧，但不点地，屈腿下蹲撤步，两手打开穿掌，左脚外掰，右脚内扣，形成左弓步，左手往前下压掌，右手随起身提膝变调掌，形成金鸡独立动作。左蹬脚之后，我们右手往自己右斜前方45度方向走过来，右手变勾手，同时左手由左前方到自己右手手臂的斜下方变掌。那么左腿呢提收，把膝往上提，然后收到自己的这个右腿的前方，同时右腿往下屈膝的时候，左腿下落但不点地，同时左手也往下落，右手又往上松撑，左脚往自己的左后方，但不要太过，左后方下落，脚前掌先落，形成往下屈蹲，右腿往下屈蹲，左手同时下落，通过自己左腿的内侧向前下往前穿掌，穿到脚面，重心前移的时候掰左脚，扣右脚，使两腿之间的这个幅度没有这个步幅没有再是这个由于弓步加大，所以后腿呢一定要扣脚尖，不要展脚跟。左手呢随着往前穿掌挑起，指尖斜向上，右手勾肩冲上展开，旋臂的时候勾肩冲上内旋手，重心的这个时候继续往左腿沉实，把右腿带起，一定不要拖泥带水。这时候调掌，指尖斜向上，掌心斜向自己的左斜前方，注意脚面一定微微的往里内收一点，提膝，左手在自己左胯的斜前方，四指指尖向前，右手指尖呢对准自己面前，食指对准自己鼻尖就可以了。收势。做好左蹬脚之后，我们变下式独立的时候呢，很容易这个右手啊，这个不往自己右斜前方45度走，就在自己右侧方变勾手了，自己右侧方变勾手了，这是错误动作。我们一定要注意，这个右手一定要跑自己胸向的右斜前方45度方向变勾手，也就是在这个它的斜侧方，那么变勾手。左手呢辅助自己的右手臂的内侧。好，我们转过来让大家看一下，左蹬脚之后，好，这个手现在在这个位置上，我要让它到右斜前方45度方向，跟我有一定的距离，所以大家注意，一定要注意右斜前方45度方向。左手呢抚在右臂的内侧，所以不要离身体太近，
微微的松撑一点虚腋，左腿虚提起来，一定是提膝，千万不要这样直接就耷拉下来了，一定有一个提膝的动作，然后随着右腿屈蹲，左腿慢慢下落，但是不点地。这个时候有的同学经常是点地，左腿这个时候是点地，所以大家注意不要点地。好，我们再转回来。这个时候脚点地的话，这是错误动作，这出现了负夹支撑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左脚是提膝提起来的，收到右脚踝关节内侧就可以了。右腿呢，随着屈蹲，左腿往外出步，左后方出步。这时候容易出现右腿不屈蹲，直接开步，出现撅臀的现象。大家看，直接走，手打开，就右腿不往下走，就出现了撅臀的这种现象，右腿没有屈蹲下去。这个呢，一个是跟腿部力量有关系，再有一个把胯跟一定要松沉下去。有的时候呢，大家可能压这个柔韧呢比较稍微的这个难一点，可能就是压的少了一些，那么胯跟呢这个地方比较硬，就下不下去。所以大家平时呢做基本功、基本动作练习的时候要多做一做，一定要松右支撑腿，然后左腿往自己的左后方出步。注意出步的时候不要太往后。我们转个方向来看一下，出步的时候左脚太宽，往左后方太宽出步，往下扑步的时候。当往前弓的时候，走，弓步，正前方弓步，正前方弓步，弓步的时候两脚就过宽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左脚微微内收，再来。初步大概这个左脚的在自己右脚脚跟的这条线上就可以了。这时候瀑布下势，就不会形成两脚横向过宽的这种现象。那么这时候再走就。重心移动比较顺畅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原来的这个方向，我们出步，往左后方出步，走扑腿下蹲。这时候很多人在做的时候呢，手臂不伸展出去，手臂收住，然后抢肩动作是用肩头往上起，那么手臂没有伸展开，动作就不舒展。那我们再来一遍。下势走瀑布，一定要注意把手臂展开，手指穿到自己脚的这个位置。如果手穿不到，重心高一点也没有关系。那么我们在做，一定要把手臂舒展开。这时候掰左脚，右脚这时候容易出现，好，停一下。这时候很多人容易出现什么呢？就是右脚不扣，或者是右脚跟外展。这形成步幅就大了，在下一个往前走的时候就很难走，因为步幅加大了。所以这时候把脚跟再收一点，一定是以脚跟为轴，脚尖内扣。虽然变成弓步了，但是步幅并没有加大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你再起，把重心继续向前移，左手往下按掌，右手往上起，提膝。那么这时候又会出现一种是什么毛病呢？我们再做一下，就是身体站起来了。走，身体站起来了，站完以后再提膝调掌，上下肢脱节的动作。好，收。我们再转正方向再来一遍。好，掰左脚一定要以脚跟为轴，扣右脚。这时候起身出现歪胯现象，走，起，提右腿的时候，它过分的提右胯跟。形成身体向左侧歪斜，这时候我们要求敛臀立腰，把脚收住，身体保持中正，手指呢对准自己鼻尖的这个高度，眼睛往远看出去。对，一定注意不要提胯。我们在做的过程中，千万注意不要提胯，一定是胯跟是收住的。那么眼神往远看出去。好，收。
我们左下是独立，注意把脚提收的时候，一定不要歪胯，一定胯跟松沉。右手由右后方到自己右斜前方变勾手，注意不要在身体的体侧。那么左腿提完膝以后呢，一定注意屈蹲右支撑腿的时候，左脚不要落地，不要出现负夹支撑。这个时候是左脚不落地的，它提到右脚踝关节的内侧。这时候我们右腿再继续屈蹲的时候，这时候再瀑布出去。那我们这个动作从侧面看，我们容易出现凸臀塌腰出步。这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身形的中正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右支撑腿是比较累的，因为你保持身形中正的时候，力点是集中在我们的右支撑腿上，所以我们这时候是比较累的。但是大家注意，动作一定要规范。展开手的时候，右手注意不要耷拉下来。很多同学在练习的过程中全部注重在左手上了，右手就耷拉下来了。右手还要提收，然后掰脚的时候，手一定要是有往前穿的这个意识。那有的同学在做的时候就往上提了，我们在穿的时候后手有一个拧转，勾肩冲上。那我们在做的穿起，后手勾肩冲上。这个脚呢，左脚掰，右脚一定是扣；左脚掰，右脚一定不要拧。如果拧开的话，那么步幅就加大了。加大以后，我们再往上起腿就很难起了，步幅很大，大于你自己能够驾驭的这个范围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注意，左脚掰，右脚一定是扣。那么再往下起的时候，往上，你看左腿往下去蹲，右腿往上起，形成一对拉筋。我们在这儿做的时候，左腿往下松沉，右腿往上起，形成一对拉筋。那么左手再往下按，右手往上挑起，这时候容易出现右胯歪斜。右胯一歪斜呢，我们身形就会发生变化。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千万别起胯，一定脸臀立腰，保持身形中正。好，下式独立我们就讲到这里。